大家好，今天來介紹2個功能強大的分頁顯示的外掛，分別是 Tabs 跟 Tab Panels。我們在143期的時候介紹過 HTML Tabs 外掛，它能夠讓 Obsidian 的筆記以分頁的方法來呈現。今天介紹的這2個外掛，一樣也可以使用分頁的方法來呈現筆記的內容，也就是最上面它會有一個分頁顯示區域，點擊了這個分頁的頁籤以後，在下方它就會根據不同的分頁來呈現它不同的內容。首先先來介紹 Tabs 這一個外掛。這些外掛都是使用程式碼區塊來讓我們輸入內容的。Tabs 這個外掛它使用的語言就是 Tabs， 可以來先看一下要如何來寫它的內容。一開始就是使用3個倒引號，然後 Tabs。如果你的分頁裡面有另外的程式碼區塊的話，例如在這邊會有一個 HTML 的程式碼區塊，這個時候就要把3個倒引號改成4個倒引號，這樣子裡面的程式碼區塊才有辦法正常的顯示。接着的第一行就是這一個分頁它呈現的樣子，比如說切換區域要在頂端，然後是要用多行的方法來呈現的。然後後面接着 Tab 冒號就是每一個分頁它顯示的區域了，這是第一個分頁，又碰到另外一個 Tab 冒號，這個就是第2個分頁，然後這個是第3個分頁，都是用 Tab 冒號當做分頁的區隔的。這一個區隔的符號是可以在設定裡面來變更的。先進入設定，再到第3方外掛，找到 Tabs， 然後進入選項。在這個地方就是每一個分頁它的分隔的符號可以在這邊自己做設定，預設就是 Tab 冒號。Tab 冒號的後面就是要顯示出來的頁籤的文字，然後後面就是整個完整的分頁的內容。可以使用這個數學的符號，或是直接插入圖片，或者是直接輸入另外一個程式碼區塊，甚至於在裡面還可以插入另外一個 Tabs 的分頁的內容，也就是分頁裡面又有另外一個分頁。Tabs 這個外掛它的功能就是可以直接點擊內容進入編輯狀態，例如我在這個嵌入圖片這裡雙擊，它就會彈出一個編輯視窗，在這個地方就可以直接再輸入內容，在外面點擊一下，立即就會變更，因此它就有具備這個編輯的功能。同時它在最右邊呢也有一個加號，可以直接新增一個新的分頁。但是因為為了測試的關係，這個分頁的頁籤做了很多個，新加的已經跑到後面去了，沒辦法出現。雖然它這個選項有一個 One 跟 Multi，One 它的意思是說它可以做水平卷動，但是我沒有辦法測試成功，因此它超過了這個顯示区域以後，後面的內容就消失了。有可能是我寫的這個內容有問題，或者是目前安装的這個版本它還是有一些小狀況，各位可以自行嘗試。它另外也有一個命令叫做 Convert Selected Text to Tabs， 這樣子它就可以讓我們把標示好的一段文字直接產生成它的分頁的格式。這個是 Tabs 外掛它所能夠達到的一些功能。如果各位有使用 CodeBlock Customizer 的話，它會在最上面出現一個標題，這樣子就會破壞了分頁顯示的樣子。因此各位記得要在 CodeBlock Customizer 的 Basic 這一個設定裡面，把 Tabs 加入 Exclude Languages 裡面，到時候這一個程式碼區塊的顯示就不會被 CodeBlock Customizer 來做特別的顯示了。這個 Tab Panels 也是一樣，各位記得要把它的語言是 Tab-Panels， 要記得把它加到這個 Exclude Languages 裡面，這樣才不會被顯示成 CodeBlock Customizer 的樣式。這個 Tab Panels 它一樣，就是只要我們使用了它的程式碼語言，也就是這個 Tab-Panels， 然後它的每個分頁的分隔，它是用3個減號，要顯示出來的頁籤的文字是直接寫在3個減號的後面，這樣子就可以顯示不同的分頁了。第一個3個減號，這是第一個分頁；第二個3個減號是第2個分頁，以此類推。在這個裡面也一樣，可以在內嵌另外的程式碼區塊。它在操作上會比較簡單，只要依照它這個格式寫好，然後它就可以直接做不同分頁的切換了。同時它的水平卷動也是可以很正常的顯示，跟我们刚剛這個 Tabs 不一樣。Tabs 我沒有辦法讓這個卷動出現，像這個它就沒有辦法做水平的卷動，但是 Tab Panels 它是可以很正常的卷動。如果你只是要做顯示，當然就是使用 Tab Panels 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如果你希望同時也有編輯的功能的話，當然就是使用 Tabs 這個外掛。各位也不要忘記了，我們其實還有一個 HTML Tabs 也可以來使用，就是這3個外掛就可以讓我們把筆記顯示成分頁的格式。
當然，這個分頁的格式是方便我們做筆記的時候呈現的樣貌。如果你需要做 PDF 輸出，或者是要把你的筆記的內容輸出到網頁的時候，這個分頁因為它就不會有這些外掛的功能，因此就沒有辦法在 PDF 或者是網頁裡面做正常的呈現。因此就是在 Obsidian 裡面做不同的分頁呈現的時候，可以來使用它。這個就是今天介紹的分頁顯示的外掛，希望對各位在使用 Obsidian 的時候能夠有一些幫助，也希望各位能夠多多訂閱我的頻道，按讚分享，並且透過超級感謝來資助我錄製以後更多的教學影片。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